7、8个人就把我儿子干滚了，是吧？我也是肯定我也去帮忙噻，4个人一下子从我背后就把我按滚了。男子承包了一片鱼塘，并对外宣称此地禁止钓鱼，可同村的几名精神小伙却不听劝，认为他们才是村子里的王法，于是自顾自地继续钓鱼。男子机械儿子试图把对方赶走，结果却还反遭围殴，因此双方闹到对簿公堂。谁知几名小伙不仅不赔偿，反而还要求堂主赔偿他们损坏的鱼竿钱。堂主吴先生如今提起此事，就气不打一处来。他表示这片鱼塘是他和儿子花了4万块钱承包的，因为并不打算对外开放垂钓项目，于是便在鱼塘周围安装了禁止标识和监控等设施。然而就在这天，鱼塘却来了几名不速之客。是哪个人的嘛？他肯定是一砖头把那个摄像头打歪了，刚好就叫他自己的来了。吴先生儿子小吴见鱼塘的监控被人为砸坏，于是匆忙赶赴鱼塘查明真相。没想到这几名年轻人毁坏监控的目的，却仅仅是为了垂钓。小吴见状，立即上前制止，要求对方赔偿监控费用，并拿着鱼竿从哪来的回哪去。谁知几名小伙仗着人多势众，根本不把小吴放在眼里，因此小吴勃然大怒，折断了对方鱼竿，结果却被对方按在地上一番拳打脚踢。吴先生见儿子被打，随即就冲了上去，就这样父子俩纷纷被打倒在地。据堂主吴先生所述，当时他和儿子被打后，就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。那几名年轻人也被警方带走拘留。他不够判刑，只能够拘留，不超过15天了，这是14天，还顶格罚款呢，这是2000块钱。拘留15天外加2000元罚款，已经算是警方的顶格处理。可吴先生认为这样的处罚还是太轻了，于是一纸诉状将小伙们告上法庭。他认为这群小伙不仅要被判刑，还应该赔偿他1万多的医疗费、15000元的监控设施费，以及损失的鱼苗费和精神损失费，共计3万元。对此，小伙们当然不会接受，表示他们虽然事先破坏了吴先生财产，但是吴先生挑事在先，折断了他们鱼竿，这才激起了他们怒火。截断了3根嘛4根，大概多少多？应该得2000多到3000左右。因此，他们便对吴家父子动了手，只不过是把对方撂倒在地，并没有施加拳脚。吴家父子就戏精上身，躺在地上叫喊着，浑身疼痛，明显就是想狠狠讹他们一笔。外加吴家父子只是名义上承包了这片鱼塘，从始至终都没有出示正规手续，所以在他们看来，这依旧是一片野生鱼塘，他们进入垂钓也合理合法。对此，几名垂钓者百般不情愿，表示鱼塘主被打纯属活该，他们坚持不接受和解，鱼塘主随便去法院告他们，他们绝对会奉陪到底。至于垂钓者为何态度如此强硬，是因为鱼塘主吴先生没有承包鱼塘的手续，外加是吴先生折断了他们的鱼竿，事先挑起了事端，所以对于吴先生所赔的诉求，他们坚决不会同意。对此，吴先生却表示，他们所承包的鱼塘一直都有正规手续，只不过从来没有官宣而已。随后，吴先生便拿出了和村子里签署的承包合同，清楚标明合同期限为20年，承包费为4万元一次交清。随后，吴先生还补充道，当天是这些垂钓者事先砸坏了自己监控，损坏了自己财产，而不是他事先折断鱼竿，损坏了对方财产。而经过法官调查，发现吴先生所述情况属实，不过因为劝阻垂钓者的过程简单粗暴，所以吴先生应承担部分责任。最终，垂钓者赔偿了吴先生23800元，事情至此落下帷幕。其实不管怎么说，当垂钓者不顾禁止标识闯入鱼塘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注定要面临失败。